欢迎大家收看第4集的 Tesla Model 3车主分享。那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当我们在使用 E-Pedal One Pedal Mode 的时候，我松开我的油门，车子在慢速行驶的时候，车子会不会有 brake 灯？其实我自己也非常的想要知道，因为大部分电动车呢，长时间以来你是不需要去使用到你的 brake pad 的，它都是利用这个 recuperation 来去回电，去为车子在充电。如果你开汽油车，你踩 brake 都是浪费掉。可是你加电动车，它基本上是不需要踩 brake 的，就是利用降低输出。来达到这个回电的功能，所以我现在就放了几架 camera 来观察看，当我比如说我现在松开我的油门踏板，它会不会有 brake 灯？然后因为 Tesla Model 3呢，这个2024改款版的，它是没有得去 setting， 可能像 Mercedes、BMW 这样子去 setting 你的 regen level、level 1、level 2、level 3没有，它是 fix 的，就是 default。一个模式，也可以叫它 adaptive 的这个 recuperation 啦，就是它会根据你车子的速度，你是驾着20、30、60、70还是100、110这样子它都会给你这个反应。那像我现在在这样子的大道上面啦，类似我走着60多，我突然间加速。OK， 如果前面的车子慢下来，我没有踩 brake 我只是松开我的油门踏板。影片开始之前，感谢今天这集的赞助商 Surfshark VPN。在2023年底、2024年开始，马来西亚人去中国是不需要签证的。那如果你到了中国，你手机的 data roaming 刚好用完，你又要 check 你的 Gmail、check 你的 Facebook、check 你的 Instagram、check 你的 WhatsApp 等等，你可以使用 Surfshark VPN， 它可以让你 check 回马来西亚国内的一些东西这样子。所以 Let's go。在迎接长假期到来之前，先提醒大家，当你在网上跨国购物的时候，很多商家、航空公司、租车公司、酒店、旅馆等都会根据你的 IP address 来提供价钱。有的国家会比较便宜，有的国家会比较贵。要怎么样买到便宜的东西呢？你需要 Surfshark VPN。作为全球3大 VPN 品牌， Surfshark 拥有超过3200个伺服器，遍布在全球100个国家和地区。那 VPN 是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的缩写，一种在公共网络上模拟专用网络的网络。Surfshark 让你在外面使用 WiFi Hotspot 的时候更加安全，它能够隐瞒你的 IP address， 为你的 Internet 流量加密，更加安全。而重点就是 VPN 能够让你绕过政府的审查制度，绕过限制，突破围墙，浏览更多内容。而且 Surfshark 还确保你的流量不会被跟踪和记录，也不会被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给出售。它适用于 macOS、Windows、iOS、Android、Chrome、Firefox、PlayStation VPN 和 Xbox VPN 等等。透过这个网址获得 Surfshark VPN， 输入折扣码 MyCarPlus 就可以取得独家春节优惠，外加5个月免费使用期。OK， 如果前面的车子慢下来，我没有踩 brake 我只是松开我的油门踏板，它有没有 brake 灯？给我再踩。其实我在讲的时候我是不知道的啦，我是看我后面那台车子在冒一个镜头，拍着我的车尾这样子。所以我们再快一点，我们来观察看。我现在走 OK 到80、90多 OK， 类似我现在到前面有这台车子 OK， 我差不多接近它了。所以通常我驾电动车这时候我就不会再踩我的电门，我就会稍微的松开 OK， 我现在松开 OK， 松 OK， 我再踩 OK， 所以我自己也非常好奇，在这个时候其实车子会不会有 brake 灯的。那我现在就特地的踩一下我的这个刹车踏板啦。我现在 OK brake 一下 OK， 这个是 brake。那因为我记得我前几天的时候呢，我从Kota Kemuning驾回 Seri Kembangan我全程完全没有使用到我的 brake pedal， 我就是靠一个 pedal， 我有时一下松 OK， 然后有时我一下踩，就是一直这样子，你知道吗？就是如果我遇到 speed bump， 可能我驾着40-50的时候，我稍微松开一点点，然后过了speed bump过后，我再补回这个速度。其实这整个过程当中是非常享受、非常自在的。你就是坦白说，有时候我开回去汽油车，我说不知道怎样去开了，懂吗？因为你会觉得我花了这么辛苦的，我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去 accelerate 去加速，然后当我遇到 bump， 当我遇到 traffic light 的时候，我又要去踩刹车，然后好像去摧毁掉我之前用扭力马力来建立起来的速度，
然后一直在建立、破坏、建立、破坏、建立跟破坏。每一次 brake 都会有产生很多的碳粉，都会伤你的 brake pad。甚至对轮胎来讲也是会有一个负担这样子，而且你知道车子一直走停，对你的引擎来讲也是你的气缸要一直起闭、闭停、起闭、高转低转、高转低转来讲，它是一个非常消耗的。可是电动车来讲，比如说我现在我加这个速度，我只要稍微轻轻松一点点，给它慢慢停、慢慢停、慢慢停。OK， 我现在补回一点油，补回一点电啦。OK， 我们习惯这样讲啊。So yeah， 我们现在就慢慢的观察，看在一路上行驶，我突然间松 ，OK， 然后我再突然间踩 ，OK， 然后我现在突然间脚松开我的踏板 ，OK， 松，它会不会有 brake 灯 ？OK， 我们再往前走一点点 ，OK， 我们再松开，松 ，OK， 我现在去最左边的 lane。因为也是很多人会担心说，我们驾电动车的人有时候可能我们突然间减速，又没有 brake 灯，这样后面的人可能会反应不到，会来不及这样子，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那这个垃圾车真的是慢到一个不可以了，我现在要离开这条车道。OK， 我现在补一点速度，我还处在 ACC 的就是如果我没有点 brake， 它是不会断的。如果我比如说我现在把时速设定在100，我超过100了，我松开过它会回到100这样子的意思啦。OK， 我现在加速 ，OK， 一辆摩托 bike， 我开始松开我的踏板，我没有踩 brake 我完全没有踩 brake OK， 有没有 brake 灯？我们也要透过后面的这个镜头来看。OK， 所以我现在点一下我的 brake，ACC 就没有了，我就可以回到我自己的正常驾驶的速度这样子。So，当然每个品牌的电动车有不同的模式，有的很松，有的很紧。不过总的来讲，我觉得这个 equilibration，I mean 这个 recuperation 或者这个 regen 功能，它一定要做到非常的准，才有它的这个效用。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开一个电动车，你还需要一直去踩你的 brake pedal，either 你不是一台很好的电动车，或者你不是一个很好的电动车车主，一个 EV drivers。因为在理想的状态下，你就只是需要用一个 pedal 就能够完成所有的东西，加速减速都是用一个我的右脚板在控制而已。你看我现在这样子，我加速 ，OK， 我松一点点，它不会滑行，它不会有 cruising 的这个function我们车子叫怎么讲？有些车子有气缸闭停 cylinder deactivation 啦，就当你脚离开油门过后。它的 engine 就睡觉了，然后当你点它就会睡醒这样子。可是 EV 没有，它就是利用一个踏板一直在这样子拿捏。但是到底我这个右脚板，我踩的这个幅度多大，然后我松开的时候松到多久，它会 break 下来，然后我到什么时候我还要再补回这个速度，其实真的是尽量能够用 video 来讲，尽量能够透过影片来讲。不过实际上你真的要自己去 showroom。去我不知道去 Show 4S Center 去试驾 EV， 你就知道这个是怎么一回事了。或者你没有开过 EV 不用紧，你有在比如说 Golf 场你开过 Buggy 你是大概类似这样子的东西啦，就是利用这个 regeneration 来帮你的车子回电。OK， 那我现在就离开大路。OK， 我们来看在 corner 的时候因为通常我们进 corner 之前，如果速度太快，我们会点一下 brake pedal，下到可能60-70你才烧嘛。那因为 EV 我们是用回电的嘛，松开我的踏板 ，OK， 我现在完全没有什么都没有踩，我就这样过corner。OK， 有没有 brake 灯我不知道，再加速，OK， 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玩的整个东西，而且电动车的重心低所以你可以用更快的速度 ，OK， 我现在松，有没有 brake 灯？有没有 brake 灯？再踩。加速 ，OK， 我现在加速 ，OK， 慢慢减速，慢慢减嘛我的脚还是在这个踏板的，只是我慢慢的离开它越来越远，就是我的指尖对它施加的这个压力越来越小，所以等一下过了这个弯过后呢，就是会有一个 traffic light。
那在 traffic light 上面我就会完全的停下来。那完全停下来过后，你就可以去观察说，到底在交通阻塞的时候，即便可能走着5、走着10、走着20、30，到底会不会有 brake 灯出现这样子。OK， 现在有一个 traffic light， 我这个时候我就开始不再点任何的踏板，没有了，有没有 brake 灯？有没有 brake 灯 ？OK， 假设我现在 OK， 它真的停下来了，完全 fully stop， 然后还有一点位嘛，我就再补一点 ，OK， 再补一点点，然后我就松开，你可以观察到嘛 ？OK， 我再补一点点 ，OK， 我松开，有没有 brake 灯？ OK， 我们不知道，再踩一点点，再 brake， 这个时候如果我觉得我太多了，我要点一下这样子啦。这只是为了要示范给大家看这样子 ，OK， 现在我们很慢而已，加这一个19、20这样子 ，OK， 然后现在我们在上坡，通常 EV 上坡来讲是非常轻松的，因为你不用吸气嘛，引擎不用拉高转，你只是提高输出它就会上了，所以它可以无视地心引力，所以电动车去到高海拔的地方完全是你用什么 Twin Turbo 来讲都很难跟它 fight 的，因为它根本都不需要呼吸。它只是 battery 的这个电量会消耗到很快这样子而已。OK，let's say traffic light 红灯，我现在松开我的踏板，松开。我只是给你示范如果平时这样，我是已经锻炼到我可以准停在那条白色的线前面这样子啊。我们考温档的时候是眼睛要看得到白色的线，你不可以踩在线前面。OK， 走。OK，right。OK， 我现在。是轻轻，就是你的脚只是轻轻的点着你的 brake pedal 而已。OK， 我现在加速，然后当我们通常你驾汽油车，你看到这样子的下坡你就是给它滚了的嘛。我们有时候还是需要踩的，因为你不踩它就停下来了。所以这个 regen 它是一个当然它有利有弊啦。不好就是有时候你的右脚板如果你不使用 autopilot， 你一直需要去按着它这样子，所以这个脚趾间会比较怎么讲？它比较辛苦一点你要一直 hold 着它，一直打鼾着它，而且它不能关的它不能像 Mercedes、BMW， 你可以可能 off 掉或者去到 Level 1的 regen 这样子，你还是一直需要去看着它。可是就我驾了这2个月以来啦，断断续续啦，我觉得我不会觉得我的脚很辛苦了，还是怎样我反而觉得这是一个很享受的事情，因为好像我那天从我载小孩子放学，我从哥打格姆宁回到斯里格曼干大概30公里，然后我就特别走小路，就是有一条小路可以直接走到Bukit Puchong那边的。哇，间中我看有经过382个吨随便讲了啦然后就是一直有无限的，一直有数不尽的 traffic light 这样子。可是我全程只用了3% 的 battery，3% 的电量这样子，然后整个过程我是非常写意。然后因为 acoustic glass 嘛，所以窗外的风声等等是与我无关的，我觉得自己就像开着一个孤立的小岛这样子在前行，有4个轮子的小岛，然后非常享受。我到家，然后我人也不会暴躁，因为有时候你各车你需要把引擎拉高转，对不对？然后当你把引擎拉高转，然后噪音声音就会让到你整个人觉得会肾上腺素会飙升，然后你会很急，你会很躁。可是没有我现在我要跟任何一辆车，大部分时候在繁忙的都市要割都是一点就割到了。OK， 我现在 brake。影片结束之前，还是要再次呼吁大家，如果你还没有看过之前的第1集、第2集跟第3集，欢迎大家去看，因为我希望我买了这台车子之后，我可以讲一些不同的东西，而不需要每一支影片都一直 repeat 相同的 point、相同的点这样子，那也可以起到这个教育大家的这个任务这样子啦。那昨天我就好奇 check 一下这台 Model 3在德国卖多少钱，因为我看到一个数据是2023年德国全年，不是德国，整个欧洲最畅销的车子是 Tesla Model Y。欧洲driver 对于车、对于驾驶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所以在欧洲能够成为 top sell， 这个已经说明了很多事情。然后我就特别去 search 一下，我好奇嘛，这台 Model 3改款版的 Long Range 在德国卖多少钱？结果我发现，在德国是卖52000块欧元 ，convert 到马币大概是260、270千这样子然后我就再去看德国，如果我在德国我花52000块 Euro， 我可以买到什么车？居然是 BMW M340i。
你可以 imagine 吗？那个 M340啊，even 在马来西亚 CKD 啊，你现在要买都是马币40万400千以上。这个车才多少钱嘛？这个车才我的加了一个白色皮革才220多钱而已。所以你就可以知道电动车免税的第一个好处。坦白讲，你问我来讲，如果这台车只卖400千，我肯定不会买它的，因为我觉得 overprice 了。那因为200多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这样子啦。So 呀，有什么疑问，我们再做第5集、第6集、第7集跟大家慢慢的分享。所以希望今天这集可以解答到大家的疑惑，就是 EV 当它在减速的时候会不会有 brake 灯？那我相信今天透过这个10多分钟的试驾，有 highway 小路等等，大家可以更进一步的去了解它是有 brake 灯的。OK， 只是它出现的 timing 可能跟你想象中的不同。你做嘛？什么东西？你要拿什么？那 scooter 你的 scooter 在哪里？在你的车呢？我的车，这辆是什么车？马刹车呢？马自达车啊，等一下啊，妈妈棒到这样子哦，我一开这个就打到了。我们从这边拿来。哎呀，妈妈没有锁匙，妈妈没有车锁匙，你去跟妈妈没有吧？爸爸没有车锁匙，你去跟妈妈拿车锁匙。喜欢影片记得分享、按赞、订阅、follow 我的 Instagram 和来在 Facebook page，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221 cut。